钱是秦家人，他妈妈资本家小姐的身份牵连到他，趁爸爸出任务的时候，把我们母女从部队骗了回来，然后偷偷举报。7、8个男人猥琐地围着我们俩欲行不轨，打倒几个后就护着妈妈往外跑。眼看要到门口了，秦家人居然把门关上了，还死死地抵着门。混乱中，妈妈被刀扎伤，失血过多而亡。爸爸负伤回来的时候，就得到了这个噩耗。就身受重伤的他，赶紧收腹，就这么走了。16岁的我一时受不住失去双亲的打击，疯了，重生回到被二婶黄桂芬推倒，额头撞到桌角死去的时候。他一个疯子，还是资本家的贱种。我养他这么长时间已经够意思了，让他替你下乡是便宜他了，他就应该去住牛棚。秦安宁刚醒过来，就听到一个女人尖酸刻薄的声音。迷迷蒙蒙睁开眼，注目的是有些发黄的墙壁和朱红色木头柜子上摆着印有大红牡丹的铁皮暖水瓶和搪瓷缸子。妈，他半天没动了，不会是死了吧？我就推了他一下，哪那么容易死，肯定是装的。黄桂芬啐了一口，说着就上去踢了一脚。秦安宁蓦地睁大眼睛，噌的一下坐起来。哎呦，要死了，吓死我了，赶紧起来，别在那装死，弄得好像谁欺负你了似的。没欺负嘛，要不是今天来了下乡通知，我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后天就要下乡了。怎么就欺负了？都是亲戚，你帮帮你堂妹怎么了？就你这样的疯子，嫁都嫁不出去，以后还不是得指望你堂哥堂妹照拂。二婶说的对，一家人是应该互相帮忙。闻言，黄桂芬脸上瞬间挂起满意的笑容。就说嘛，死疯子只要不发疯的时候还是很听话的，哪来的胆子跟我横？都是亲戚，那现在二婶先帮我一个忙吧，我心情不好，得揍人才能高兴。二婶你先让我高兴高兴。话落，秦安宁一脚踹倒黄桂芬，顺势骑到她身上，左右开弓就是几个大嘴巴。还互相帮衬，你们一家拿我当个丫鬟使，吃不饱穿不暖，动辄打骂。你们比周扒皮还能剥削人，这么多年趴在我家身上吸血，还敢虐待我，你都配不上人字那一撇一捺，还敢大言不惭说照拂我，人要脸树要皮，你个被奸人真是贱得天下无敌。只要你明一手拽下自己用大脚趾武器，狠狠地推着黄桂芬。啊！你个死疯子，小贱种，这2年要是没有我们养你，你早死了，你还敢打我，我跟你拼了！秦安宁钳制住他的手，压在腿下，双手掐着他的脖子，恨不得现在就送他去见阎王。你们养我，哈哈哈，真是好笑，拿我爸的抚恤金，拿我的烈士子女补助养我吗？要不是你们丧尽天良，我又怎么会变成孤儿？疯了2年，虐待我还想让我感恩戴德，做什么美梦呢？救命！一旁的秦如月苍白着脸，吓得脚步不自觉地往后退。眼看秦如月要跑了，秦安宁迅速站起来，鞋都没来得及穿，追上跑到门边的秦如月，从后边抓住她的头发，用力往回扯。秦如月惨叫一声，双手举过头顶护着自己的头发，哭哭啼啼求饶。堂姐，不关我事，都是我妈的主意，你放了我吧。呵呵，还真是个好女儿。一巴掌把秦如月甩到黄桂芬身边。呵，二婶，看看你的好闺女多么孝顺啊，你差点被掐死，她却只顾着自己跑，看来你们家的白眼狼行径是一脉相承啊。当初你们一家关上了我们母女求生的门，今天你亲闺女对你见死不救，感觉怎么样？你个死疯子，别想挑拨我们母女关系，真后悔没有早点弄死她，让他们一家在地下团聚。事实如此，还用得着我挑拨？秦安宁一巴掌将要逃跑的秦如月甩到黄桂芬身边。妈，她发起疯来六亲不认，见谁打谁。你知道的，我打不过她，只是想出去找人帮忙。哈哈哈，要不是我松手，你妈已经断气了。这院里谁不知道我疯起来什么样？你是打算找谁来帮忙？谁敢来帮忙？再一次被戳中小心思，秦如月脸色涨红。黄桂芬想起2年前秦安宁拼死护着程芝兰的画面，再看看身旁心虚到目光游移的秦如月，心里一片荒凉，真是白养她了。死丫头，还不扶我起来？二婶，咱们好好谈谈吧。谈什么？就谈下乡的事。下乡有什么好谈的？你的名字已经报上去了，你不去也得去。那倒是，可你别忘了，我是独生女，按照政策我可以不下乡，我还是烈士子女。如果我去举报，说你们母女俩欺瞒政府，弄虚作假，你说秦如月还能留在城里吗？妈，我不下乡，我不要下乡。妈，求求你了，去了乡下我怎么活呀？那你怎么才能答应下乡？好说，给我500块钱，我就乖乖下乡去。没有，想什么美事呢？那我就去石屏场找领导告状，说秦卫国抢我的工作，到时候堂哥没了工作，也得下乡。不行，我警告你，你不许去找魏国。真是好笑，你凭什么警告我？
就去，就去，我现在就去。说完，钱安宁就迈着步子往外走。我给你钱，拿来3个数，我见不到钱就去食品厂。你也知道现在岗位多紧张，秦卫国没了这个工作，想找可就难了。到时候他不下乡也得下。黄桂芬怕钱安宁真去食品厂捣乱，让大儿子丢了工作，只能暂时妥协。先给他，大不了晚上当家的和大儿子都回来了，再抢回来。黄桂芬转身回屋拿钱。看见了吗？你在你妈心里一文不值，到你哥这，他就痛快的掏钱了。对了，这500只是买你哥工作的，你的名额的另外500块钱，不给我就去知青办告状。2审别忘了拿票，现在没票可什么都买不了。黄桂芬磨磨蹭蹭半天才出来。那个安宁，棉花盒布我都买回来了，就是给你下乡准备的。之前的事都是我们的错，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下乡的事已经定了，改不了。这样，我跟你保证，每个月都给你寄钱，也会尽快把你弄回来，行不行？这鬼话，3岁小孩都不信。知青下乡有政策，派遣费先发30元，跨省的还会有10元的长途补助，剩下的150元在下乡的作为安置费，用于房屋、农具、日常用品等。他这是拿我当傻子呢？2审的心意我不能辜负，但东西是东西，钱是1分不能少的。这个死疯子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呀？糟了，这2天好像忘给他吃药了。2审，快点！你看看我这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短到脚踝上方的裤子，露着脚趾的布鞋，哪一样不得要钱买？还有洗脸盆啊、牙膏牙刷啊、暖水瓶啊等等，需要置办的东西多着呢。你再磨磨唧唧，小心我反悔。黄桂芬死死攥着50张大团结，心都在滴血。钱安宁第一下没拿过来，加大力度一抽，拿来吧你。谢了2审，那我就先去买东西了。堂妹，别忘了你那份哦。死丫头，她什么意思？钱安宁说我要不想下乡，还得给他500块钱。她做梦。那我怎么办？你不想让哥下乡就拿钱，到我这凭什么不行？你能跟你哥比吗？你个赔钱货！偷听的钱安宁勾着唇角满意的离开，接着来到百货大楼外，一般外边会有兜售票券的人。钱安宁转了半晌，目标锁定街角巷子口转来转去的男人身上。有烟票吗？有，5毛钱1张。比烟度贵。交易完，钱安宁直接进入百货大楼，先去买了烟，然后又迅速的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去了食品厂。我想问一下，食品厂最近招工吗？丫头啊，现在工位紧缺，咱们厂也不招工啊。这可怎么办？要实在找不到工作，我就得下乡了。哎，这也没办法，咱们谢副厂长家的孩子都没工作呢。麻烦您帮我叫一下谢副厂长，就说我有消息可以安排他家孩子的工作。丫头，你可别害我，你自己都没工作呢，还能给谢副厂长家孩子安排工作？伯伯，我们无冤无仇，我害你干什么？我不但不会害到你，谢副厂长可能还会记你一个人情呢。退一万步说，就是传个话的事，也是您职责之内，根本说不上犯错。门卫想了想，也觉得钱安宁的话有道理。我就是传个话，别的跟我没关系啊。谢副厂长来得很快，脚步都有些急，在看到钱安宁的时候有些犹豫。这么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女孩子，能有什么办法？谢副厂长，我们长话短说。钱安宁表明身份，又说了2年前政府给烈士子女安排工作的事。谢副厂长，暂且不说秦卫国是如何接手这个工作的，现在我想要回这份工作没问题吧？当初秦卫国顶着钱安宁的名额来工作，他们厂里也是经过了解的。谢副厂长，我已经报名下乡，这个工作名额要回来，恐怕还得麻烦您了。此话当真？我后天就走，谢副厂长动作还得快一点。另外这份工作我要500块钱，加上100块钱的全国性票证。从食品厂走后，钱安宁就来到了知青办。同志，我来咨询下乡的事。同志你坐，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我是独生女，我爸还是烈士，我这样的情况能下乡吗？按照政策，独生子女可以不下乡，但你要是思想觉悟高，想要为祖国建设做贡献，我们也是很欢迎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爸爸是烈士，我也要向他学习，为祖国为人民奉献一切，我愿意下乡。同志，你们这最近一批下乡是什么时间？我想尽快走，这样能尽快参与到建设中去。我们最近一批知青3天后就走，你现在报名还可以赶上这一批。好，我报名，我叫秦安宁，住在……钱安宁急切地把自己的信息说了一遍。不行，你得拿户口本来。啊，还要户口本啊？我不知道这些。那同志，你先帮我登记上，我马上回去取户口本。我先记下你的名字，等会你拿来户口本再办手续。女人按照钱安宁说的，找到他家所在的街道那一页，拿起笔就要在下边登记。咦，同志，等等，同志，我怎么看着那上边已经有我的名字了呢？你看看那个是不是？顺着钱安宁手指的地方，
女人看到了跟秦安宁刚才所说如出一辙的信息。这是怎么回事？你已经报名了？怎么可能？我要是已经报名了，我今天还来一趟干什么？女人拧眉，一时间也想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同志，你们还是好好查查吧，这冒充我报名的到底是谁？这是往小了说是弄虚作假，思想觉悟低，逃避下乡；往大了说，这是迫害烈士子女啊！我自愿下乡，并不代表我愿意被害下乡。这中间固然有那自私小人作祟，可也有你们工作失职的地方。要是你们不能给我一个说法，我就去向领导反映了。别，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查清楚的。这事我们肯定不知情，我马上向领导汇报，一定会查出来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是被蒙在鼓里的，但丑话说在前边，这事要不查清楚，3天后我是不会下乡的。报了名又不下乡，是很严重的事。用不了多久，秦如月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下乡名单中。黄桂芬帮着操作，一个弄虚作假、思想不端正的帽子是跑不了了。又搞定2个，秦安宁唇角弯弯，脚步轻快地回去了。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边的谩骂声：“你们真是废物，2个都打不过他1个，还给他钱，他配吗？那钱都是留着给我孙子娶媳妇的，小贱人就应该跟他那个资本家的妈一起嘎了，省得祸害我老秦家。”秦安宁一脚踹开门：“你一个黄土埋到脖子的人，怎么还不去死呢？天天还让人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我看你才应该赶紧去死！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的老帮菜！”秦老太坐在椅子上，唾沫横飞的正骂着。听见这话，直接气得他抄起手边的茶缸子就扔了出去。你个小贱人，还真是无法无天了！资本家的就应该去批斗，跟你姥姥一家。秦安宁一脚踹到他膝盖处，秦老太腿一软就倒在了地上。秦安宁，你怎么能动手打你奶奶？秦安宁回头看掖了眼院子里翘着耳朵听八卦的邻居，顿时就明白了黄桂芬在打什么算盘。妈，你看安宁打我就算了，还敢打你，真是要上天了！这要再不管教，人家不得笑话咱们秦家家风啊！魏国可是到年纪相对象了，那还有谁敢嫁过来？二婶，我那2个好弟弟呢？你找他们干什么？月静和月华还是小孩子，他们可没惹你。没事，我就是想跟他们沟通沟通感情，不在就散了。秦安宁回杂物间去收拾他为数不多的东西，杂物间的门咣当一声被踹开。死丫头，连你奶你都敢打，真是欠收拾了。欠收拾？咱俩谁欠收拾？要不是我妈好心帮你找工作，你现在还在农村挣工分呢，在城里当了10几年工人，就忘了自己是怎么来的了。因二叔秦勇对秦安宁出言不逊，秦安宁直接用手里的凳子狠狠地教训。就在这时，知道了秦安宁去了食品厂举报后，秦卫国气冲冲地直奔过来。秦安宁，卫国，那丫头正发疯呢，你小心点。妈，你知不知道她干了什么？她跑去食品厂告我，说我抢了她工作，现在厂子让我停工了。什么？你不都拿了钱吗？怎么还说话不算数？你赶紧去跟领导解释清楚，那是卫国的工作。秦安宁也没想到谢副厂长的手段如此之快。什么钱？我可没见到。不过你们一家的脸皮可真厚，当年要是用来住长城，孟姜女都哭不倒。抢了别人的东西，时间长了还真当是自己的了。那工作可是我爸用命给我换来的，你是脸多大敢说是你的？你怎么能出尔反尔？你明明拿了我的钱。再说魏国才是秦家人，怎么就不能接这个工作了？别说一个工作，秦家所有东西都应该是我儿子的。还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想要工作，行啊，让秦勇也去当个烈士，给他儿子换份工作。院子里人很多，这会都在指指点点。秦卫国脸上挂不住，挥着拳头就冲过来了。胡说八道！我今天要好好教训你。剩下的话没来得及说出口，秦安宁的凳子已经招呼过去了。还不走？接下来谁还想来？众人头摇的波浪鼓一样，他们一点都不想。等到晚上大家都睡了，秦家人还在医院没回来，他就开始收。先从黄桂芬他们屋子开始，衣柜、北柜、桌子、床，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全都收进空间。让你们欺负人，占便宜，现在毛都不给你们留一根。确定屋里没有藏着的东西后，秦安宁进入空间，开始一点一点翻找收回来的战利品。新被褥1床，全新布料3块，和一些票券，崭新的女士军装1套，大团结7把，玉镯子和金镯子各1对，药1瓶。1瓶药藏这么好干什么？秦勇一个人上班养一家子，累死也攒不了这么多钱啊！钱是哪来的呢？这边秦安宁还在美滋滋地数着钱，可不知道那一家子正商量着怎么对付他呢。爸，秦安宁后天的车就走了，不教训他，我咽不下这口气。当初那人给钱就是让咱们折磨秦安宁，现在我有个办法，能出口气，还能再拿到一笔钱。老二，是什么办法？我认识一个人，40多岁了，就想找个好看的媳妇，就秦安宁那张狐狸精一样的脸，准能卖个好价钱。
反正已经给他报名下乡了，要是在火车上出点什么事，可跟咱们没关系。这个好，老二你明天就去联系。爸，那我工作怎么办？现在岗位紧张，有钱都买不到。没事，秦安宁肯定得下乡，那工作是咱们秦家的，等他走了，厂里也不敢不给咱们。就秦安宁那个疯子，人家会要吗？哼，老马就想找个年轻漂亮的，疯不疯的？老马杀猪的，不会怕他。秦安宁就要被卖给老男人了，活该。这边秦安宁还不知道秦家人的算计，趁着夜色，他回到了他们一家三口在京市的住房。他把屋里的东西都直接收进空间，收完东西，他又来到厨房灶台边，打下锅，依次往下挖出来一个箱子，直接收进空间。里边是金灿灿的小黄鱼，足足50根。这是老爷家出事前留给妈妈的。折腾了一晚上，他也累了，躺下就睡了。醒来就准备去郊外看看爸妈。安宁，你这是去哪呀？我去看看我爸妈，路上小心点呢。走了。郊外，秦震和程之兰的目的就是一个小坟包，这会周边长满了杂草。秦安宁压着心中的怒气和酸涩，把周围的杂草都清理了，又去采了，把野花放到墓前。爸妈，我来看你们了。爸妈，我要下乡了，你们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也会找到姥姥姥爷他们的。程家人的消息，秦安宁不敢随便打探，想来想去，还是得找爸爸以前的战友更靠谱。回到城里，他就直奔邮局，按照记忆里的号码拨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宁宁，是你吗？你好了。周伯伯，是我，秦安宁。哈哈哈，好啊，你康复了，真好。周伯伯，我想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我姥爷他们的地址，不管怎样，他们也是我的亲人，我想给他们寄点东西。好，宁宁你是个好孩子，放心，伯伯查到了就告诉你。秦安宁又把自己下乡的地址说了一下，告诉对方有消息可以往这个地址寄信。什么？宁宁，你为什么会下乡？秦家人居然让你下乡？老子寄钱寄到过去的时候，他们可是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居然敢跟老子阳奉阴违！宁宁，你等着，伯伯现在就找人把你的名字划掉。不用了，周伯伯。周伯伯在部队，想要办这个事也需要求人，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做文章。这种时候，秦安宁不想连累别人。这事已经定了，下乡也没什么不好，我也想去锻炼一下自己。你这孩子，在那边缺什么少什么，就给伯伯写信打电话。周伯伯，你还给秦家寄钱票了？你在那边，我们能不管不问吗？秦安宁又详细的问了几句，果然有好几个人给他寄过东西。秦家人真是够不要脸的。秦安宁小嘴巴巴巴把秦家人是怎么虐待他的，一点没藏着掖着，全都说了一遍。周伯伯，我脑子磕了一下，就清醒过来了，我现在很好，你们以后不用惦记我了。就说秦家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原来除了我家的，还有部队的叔叔伯伯寄过来的，他们是怎么好意思收的？秦卫国的工作昨天就被停了，秦安宁打完电话直接去了食品厂，那边要是搞定了，他也赶紧把工作卖出去，免得夜长梦多。小同志，谢副厂长说了，你来了直接去办公室找他。小青，你来了。看那相似的长相，应该就是他的儿子。谢副厂长，我正好路过，就进来看看工作的事怎么样了。你是烈士子女，厂里非常重视这事，我们迅速核实，确认这个工位是政府安排给你的。昨天已经让秦卫国停止工作了，不过你要拿回这个岗位，还需要一些书面材料。秦安宁跟着谢副厂长去办理了手续，前后不到1个小时时间，工位已经重新回到他手里了。然后不到10分钟就被他赶了出去。这么一折腾，已经中午了，不知道秦家人回去没有？要是发现家里被搬空了，会是什么样子呢？刚到大门口，就听到一阵哭喊声，他赶紧挤进去。公安同志啊，我们家那么多东西，一晚上全都被偷走了，毛都没剩一根，这是不让人活啊！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公安同志，你快抓这死疯子，贼人肯定就是跟他串通好的，他把我们都教训去了医院，家里没人，贼就来偷东西了。大院里跟黄贵芬最不对付的赵婶率先开口。黄贵芬，知道你这人黑心，不待见这孩子，可你也找个像样的借口。今天早上安宁出去的时候，我们大家伙可都是亲眼看到的，那孩子空着手，什么都没拿。可不嘛，平常虐待这孩子，我们没有立场说什么，可也不能这么泼脏水啊。就是，再说一个孩子怎么能把那些床啊、柜子啊、那些家具搬空的？公安也觉得奇怪，刚才都问过了，院子里没人听到什么动静，也没谁见到过陌生人，东西是怎么凭空消失的呢？就是他，除了他没别人，他恨着我们呢。公安过来询问秦安宁出去都干了什么。公安同志，我马上要下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就去郊外墓地看了看父母，你们可以派人去查，我爸妈墓地杂草丛生，我刚清理过，
大院里有人看不过去，就把秦家不做人的事说了七七八八。公安队伍里很多都是部队退下来的，一听秦安宁是烈士子女，居然受了这么大委屈，顿时就对黄桂芬不满起来。秦安宁接着说，然后我去食品厂办了点事，那里很多人能作证。你去食品厂干啥？死丫头不会去要工作了吧？完了完了，得赶紧告诉当家的，儿子要是没了工作，就得下乡了，那怎么行？同志，我不知道家里是怎么回事，但我说的都是真话，你们可以随便查。黄同志，秦安宁同志有证人，我们一问就知他说的真假。再说他一个人也不可能无声无息把东西搬走，你这个指证毫无根据。那就是大院里的人偷的，我就不信东西还能长翅膀飞了。二婶，我知道家里丢了东西你着急，可也不能胡乱指责啊。我倒没什么，咱们是一家人，大院里的邻居被你这么一说，传出去还怎么做人？秦安宁不说还好，一说院里的人就炸锅了。原本事不关己的一群人纷纷开口指责。黄桂芬，你平时满嘴跑火车就算了，现在关乎到我们的清白，怎么能这么随口诬陷我们？就是啊，这要传出去，咱们大院里都得被怀疑是贼了。群情激愤，眼看着要打起来了，公安赶紧制止。一番调解后，为了洗清嫌疑，大家同意公安搜屋子，反正他们没偷，问心无愧。一圈搜下来，什么都没有。小件不说，大件肯定是藏不住的。完了，全完了。这里是秦如月家吗？来的两人手里拿着工作本，一看就是干事。秦安宁心里猜到是怎么回事，笑着迎了上去。是秦如月家，同志你们是？两人误以为秦安宁是秦如月，板着脸批评。我们是知青办的，按政策你应该下乡，可经过我们调查，你们报了秦安宁的名字顶替，逃避下乡，这是非常严重的思想问题。一直缩在后边不吭声的秦如月急忙上前，慌张解释。不是，同志，我们家秦安宁已经下乡了，我就不用了呀。我没有逃避下乡，难道秦安宁真跑去举报了？都怪我妈，要是早给她钱，秦安宁就不会去举报了。现在倒好，全丢了。你们俩到底谁是秦如月？同志，我是秦安宁。秦安宁是秦正同志和陈志南的女儿，并不是你们家人。根据政策，你到了年纪没有工作就要下乡。没工作就要下乡？那堂哥也没工作了，岂不是也得下乡？你放屁！我家卫国在食品厂工作，才不会下乡。可是我刚从食品厂回来，堂哥已经被开除了，咱们不能为了不下乡就撒谎啊！不可能，凭什么开除我家卫国？我要去找食品厂，他们必须给我个说法。黄桂芬跌跌撞撞地往外走，完全没顾及旁边忐忑不安的秦如月。妈，我怎么办啊？用烈士独生女顶替自己下乡，真是臭不要脸！秦如月同志，按政策你必须下乡，你尽快去把手续办理一下。我们已经跟街道办、派出所都联系过了，如果你拒不下乡，不但要接受思想教育，良友关系也会取消。没有良友关系，他就没有口粮。秦如月面如死灰，失了魂的木偶一样往外走。秦安宁送两位干事出去的时候，偷偷塞了2盒烟过去。同志，大热的天，辛苦你们跑一趟了。哎，我二叔这一家就是思想觉悟太差，下乡建设农村是国家政策，每个人都应该全力支持，怎么能在这件事上弄虚作假，还给你们工作增添了这么多麻烦，真是太不应该了。不过我二婶也是爱女心切，才帮我堂妹弄虚作假，逃避下乡的。她这种情况是不是能轻罚一点？只需要思想教育就好了。思想教育，这个时候要是谁思想有问题，那能是小事吗？放心吧，我们都会如实反映上去的。那我堂妹下乡会分到哪里？趁这2天我还没走，好帮她准备一下东西。他们都怕告诉她结果，小姑娘会哭鼻子。同志，是还有别的问题？那倒没有，就是秦如月思想有问题，应该会分到比较艰苦的地方去磨练。秦安宁面上难过，心里高兴的要死，拼命忍着，才没让嘴角上翘。也好，艰苦的环境最能锻炼人。大西北虽然苦了点，但我相信堂妹肯定能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练就一颗红心，为祖国发光发热。也没说会分去大西北，不过这个提议不错，回去就跟领导反映。对了，我这堂哥是我二婶心头宝，也不知道为了不下乡，还会不会耍什么手段。2位同志，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们能重点关注一下这事。我实在是不希望他们继续犯错误，一是给组织添麻烦，二是不想他们自私的行为给烈士蒙羞。秦同志你放心吧，动员知青下乡是我们的工作，现在知道了秦卫国的情况，我们肯定会重点关注的。谢谢，那我就不耽误你们工作了。这会他倒是有兴趣去医院看看那一家子的狼狈样了。秦安宁刚到门外，就听到了里边哭哭啼啼的。家里的东西都没了，卫国的工作又丢了，
知经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找上来，当家的咋办啊？还有我也不想下乡啊，你想想办法。黄贵芬说了那么多，她只听到家里被盗了，毛都没剩下。哭丧啊，黄贵芬，你没开玩笑？家里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无声无息的消失了？钱都不翼而飞了？怎么可能？钱又没长腿。当家的，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会说笑？公安都来了，咱家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死丫头，肯定是死丫头搞的鬼。昨天就她一个人在家，除了她没别人。不是一根藤上的瓜，到底藏着坏呢。早知如此，就应该早点弄走她。不是一根藤上的瓜，什么意思？难道我不是秦家孩子？难怪老太婆从小就不喜欢我，对爸爸好像也不怎么好啊。这样就能解释得通了。只能等找到姥姥姥爷他们，问问自己的身世，就能确定了。屋里几人还在继续，秦安宁接着偷听。你跟公安报案的时候说丢钱了吗？那钱有见不得光的，傻娘们不会全说了吧？我说丢了1500。这么说，即使找回来也得损失一大笔钱了。既然如此，那是就得抓紧了，先换点钱再说。没钱什么都干不了，我们连医药费都拿不出来了。我现在就去找老马，贵芬你待会回家等着，我让老马找借口去家里见见那丫头，这事准能成。秦安宁先一步藏到隐蔽的地方，等秦勇出来，便是远远的跟在他后边，一路走到胡同口的那家，秦勇直接进了屋。秦安宁猫着腰轻手轻脚走到窗下偷听。真有你说的那么漂亮？你可以去我家看看，不过要是不想惹上麻烦，最好还是等他上了火车再动手。他已经报名下乡，要是没能准时上火车，上边查下来会很麻烦。上了火车，人没了不是一样麻烦？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跑了，把人带回来，生米煮成熟饭，等他怀了孩子，让他跑都不会跑了。哈哈哈，老秦，还是你有办法，就这么办。放心，真成了，钱少不了你的。很好，秦勇，你给自己选了一条最好的路。原本我还想往厂里写举报信呢，现在不怕你受不到惩罚了。买卖烈士子女，不吃花生米也得去农场改造，正合他意。离开了胡同，秦安宁直接去了百货大楼。从秦家搜出来的票都是地方性票证，不花了，等他下乡就没用了。先去买只手表，没个手表看时间太不方便了。秦安宁考虑半天，选了一款普通的上海手表。有手表票，一只还要120元，好贵，难怪很多人买不起。现在这什么都要票的时候，能养成这样，家里条件肯定不一般。秦安宁眼珠转了转，有了主意，要是能把票换出去，就省得去黑市冒险了。这自行车票和收音机票也用不到了，过了时间就浪费了。唉，同志，你的票可不可以换给我？秦安宁心里一喜，面上装作犹豫的样子。售货员急了，拉着秦安宁走到一旁角落。我真的需要，同志，你说你想换什么，我尽量弄来。实不相瞒，本来这票是给我哥结婚准备的，可他要下乡了，所以才用不上了。乡下缺的东西多，尤其我哥是去东北，听说那里冬天非常冷，我想多换些布票、棉花票，给他做棉袄棉裤，还要给他再准备一些日常用品。妹子，你爽快，我也有话直说，棉花票我能凑几张，布票是真没有。不过我们正好有一批瑕疵布，不用票，你看行不行？差的我补你钱，现在的布票都是定量的，瑕疵布没有关系，也买不到。那瑕疵布我要多买点。跟售货员交易完，又买了些以后需要用的东西，把剩下的那些票券也都花了。秦安宁拎着一大包东西，出门的时候差点与人撞到。那人身高腿长，身上一股痞帅的气质，非常特别。对不起。男人蹙着眉看着他，眼中若有所思，一时间没有回话。怎么回事？难道真是个痞子？莫名其妙。秦安宁走到没人的地方，先把准备下乡的东西都放进空间，他还得回家属院配合秦家人演场戏。正好赵婶在院里，秦安宁笑着走了过去。赵婶，我走了挺远的路，口渴了，能给口水喝吗？那咋不能？快进来。赵婶麻利地端来一杯水，秦安宁装模作样地喝了2口。赵婶，谢谢你啊，你说也不知道二叔他们得罪了谁，这家里被搬空了，连口水都喝不上。要说你这孩子也是倒霉，摊上那样的一家人。赵婶，我这明天就下乡了，家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怪惦记的。你看能不能到时候给我写封信，告诉我一声，省得我担心。说完就把5毛钱塞到赵婶手里，想着还能看黄贵芬笑话，赵婶乐不得的答应了。目的达成，又说了2句，秦安宁就回去了。黄贵芬不知道在谁家借了个板凳，正在屋子里等着他呢。二婶，你回来有事？秦安宁也不戳破，两人心思各异，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诡异的和谐。嫂子，老秦没在家啊。老马来了，进屋吧。老马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秦安宁，差点把他恶心吐了。跟秦勇来往的还真是一丘之貉。那个老秦在医院，要不我带你去医院找他。秦安宁没再跟上去，
他们无非就是谈谈价钱和细节什么的。第二天去火车站集合的时候，火车站报到点的知青办工作人员有一个是那天去秦家的，秦安宁就找他打听了一下秦如月。你那个堂妹思想真的有问题，我们都说的那么清楚了，她到现在都没去报名呢。等把你们这批知青送走，我们就要找她谈了。对了，还有他哥，兄妹俩都得好好接受思想教育了。知道他们好不了，秦安宁就高兴了，不动声色的又上了几句眼药，然后领了车票，老实的在一旁等着。火车伴着鸣笛声慢慢开过来，老旧的绿皮火车划过铁轨，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车停稳后，大家蜂拥上了车。有了秦勇的事，他对身边的人都多留了一份心。火车开动，车厢里已经有性格开朗的人开始介绍自己。大家介绍完，齐刷刷的盯着秦安宁，男生眼里都放光。我叫秦安宁，也到黑省伊势春江县下乡。不知道是不是太过于巧合，他们座位上的4个人都是到这里下乡的。真是太巧了，咱们4个都是到同一个地方，路上还可以相互照应。一路上说说笑笑，也没有遇到什么奇葩的人，时间过得很快。等到晚上的时候，秦安宁借着上厕所的名义，在连着的前后2节车厢里溜达了一圈，心里有数了。回来的时候，见孟雨正在打瞌睡。你去里边睡吧，趴在桌子上或者靠在箱体上，能稍微舒服点。他坐在外边，方便行动。不了，你也得睡呢。没事，我下午睡了，这会不困。那谢谢，那我先睡会儿，等会儿还给你。孟雨挪到里边，他在桌子上睡了。秦安宁坐在外侧，闭目养神，实则警惕地听着周围的动静。晚上10点多，他听到了很轻的脚步声，眼睛睁开一条缝，看到老马在对面慢慢地走了过来。秦安宁突然站起来，老马愣了一下，停在了原地。秦安宁装作没发现他，还对他友好的笑了笑。往厕所方向走，发现后边的人跟了上来，脚步声越来越近。秦安宁眼里闪过一抹狠厉，在老马手伸过来的一刹那，他迅速转身，直接狂甩大嘴。怎么了？附近睡得迷迷糊糊的人被惊醒，懵逼的左右看了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孟雨反应过来，颤颤巍巍的走过来。秦安宁，发生什么事了？能帮忙找下程警吗？这人要对女知青。孟雨点头，转身跌跌撞撞的跑开了。谁有绳子？借我用一下。林方旭红着脸递过来一根裤腰带。这个行吗？这人谁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啊，喂，你说清楚啊！这么不明不白的打人不好吧？秦安宁一个眼神飞过去，吓得那人缩了缩脖子。怎么，你认识他？跟他是一伙的？谁跟他是一伙的？你别随便攀扯，我只是替大家问个明白。姐，不是你出什么头，闲着你了。你闭嘴。秦安宁作为报案人，便跟着去了城警办公室。同志，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冤枉啊！同志，我就是路过，他莫名其妙的就教训我，没想到还是个小辣椒。不过我喜欢，越辣越够味。当把人抓回去，定叫他求饶。同志你好，我是京市的知青秦安宁。这人撒谎，我见过他，他跟我二叔比较熟。挑挑拣拣的说了一些跟秦勇家的矛盾，秦安宁红了眼眶。同志，我被他们偷偷报名下乡也没什么，在哪都是为祖国做贡献。可我接受不了我的亲二叔把我给卖了。这人是肉联厂杀猪的，已经死了3个老婆了。他一个有工作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跟我同一辆车？我们的那几节车厢都是知青，他大晚上过来干什么？没有，他撒谎，我就是有事正好坐这趟车。程警看老马的样子，对秦安宁的话信了7、8分。下一站我们会把他交给当地的公安进一步调查。那我需要下车配合吗？这可能有些麻烦。我们上下车都是需要在知青办接待处报到的，我要是不能准时到达，需要各部门进行沟通，说明情况。审问也不知道会耽误多长时间。这样，你写一份说明材料，我交给公安同志，如果他们需要的话，会与你联系的。好，谢谢。秦安宁写完材料，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就回去了。程警等秦安宁走了，自己也踹了老马一脚。烈士子女都敢欺负，真该。秦安宁回到车厢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没睡，小声的讨论着这件事。秦安宁，你好厉害！刚才谢谢你们俩的帮忙。不管别人或打量或害怕的目光，秦安宁闭目养神。之后的路程没再出什么差错，一路平安到达。站台外边有知青点的接待处，队伍排得长长的。秦安宁算了下时间，你能帮我看一下吗？我去打个电话。没问题，可是打电话你时间够吗？要是错过了车子，你自己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回去？够，我很快回来，谢谢。来到火车站办公室，敲了敲门，得到应允后便进去了。同志你好，我有很着急的事要给部队打个电话，能借电话用用吗？用。
帮助革命同志是应该的，随便用。秦安宁酝酿了一下情绪，拨通了周新平的电话。周伯伯，怎么了，宁宁？出什么事了？别哭，跟伯伯说，伯伯给你做主。周伯伯，宁宁，别哭了，又是谁欺负宁宁了？孩子哭成这样，这是受了多大委屈呀？周伯伯，我差点被一个40多岁的人掳走。那男人想在火车上抓我，他不承认，但是我在我二叔家见过他，当时他看我的眼神就不对。周伯伯，在火车上谁也不认识，我害怕也不敢说，给你打电话就忍不住了，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宁宁，别说傻话，在伯伯心里，你就是我闺女，受了委屈不找家长找谁？你放心，这是伯伯给你做主，但伯伯还得问你一句，你想怎么处理？周伯伯，我没有那样的亲人，他们做的事按照政策，该得到什么惩罚就什么惩罚吧。长吁一口气，秦安宁不再耽搁时间，出去跟孟雨他们会合。同志，打完了。刚才，谢谢。一点小事，不必客气。对了，你是下乡的知青吗？难道他也是？我是运输队的，知青办借了我们的车帮忙送知青。你是去哪个公社？秦安宁只是笑了笑，没再回答。我要去报道了，刚才非常感谢，再见。说完没再停留，转身就往孟雨那边走去。陆程在原地愣了一下，忽而挑眉笑笑。京市那么大都能遇到，今天在这又碰到，他相信两人是有缘分的。迈开大长腿就追了过去。解决了。谢谢。等安顿好了，我请你吃饭。不用，一点小事，哪值当就请吃饭了。陆程追过来，就看到秦安宁在跟他前边的女同志说话。他没再过去，大摇大摆的到知青办接待点那，一屁股坐到凳子上等着。不告诉我，我就不信。报道的时候还不说。看着大喇喇坐在旁边的人，秦安宁微不可察的皱皱眉。报道完就跟孟雨他们3个一起去找向前公社的车。听说从春江县到向前公社有40多里地，不知道队里到公社有多远，以后咱们来趟县里恐怕都不方便。既来之则安之，愁也没用。秦安宁一边找车一边回了一句：在这边。陆程追过来，伸手往左边指了指，不远处树荫下正停着一辆东风卡车。我帮你拿行李。不，秦安宁拒绝的话刚出口，手上的行李已经被陆程扛肩上了。都是同志，帮忙是应该的。谢谢。树荫下已经等着不少人，都是一脸疲惫，都在嘟嘟囔囔的抱怨着，嫌没过来的人太慢。我放行李，你去旁边歇。真狗！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没过来，磨磨唧唧的，不知道都在等着他们呢。迈开大长腿就走了过去。秦安宁跟孟雨站在阴凉处，刚说没几句话，就看到陆程又大步走了回来，身后跟着拖着行李艰难追着的女知青。喂，你走慢点，帮我拿一下行李呀！你听到没有？怎么一点不知道帮助同志？自己没长手，我又不是你爹，惯的你。上车吧，马上出发，那玩意到了人就齐了。秦安宁看着对他翻白眼的女知青，有点牙疼。这女人跟我是一个公社的，可千万别分到一个大队，不然日子鸡飞狗跳的可怎么过？成哥，我没来晚吧？正好。到了公社，各大队已经在等着了，倒没叫他们再等。和平大队的过来这边，我是和平大队的大队长陆荣江，喊到名字的致一声，行李可以放到牛车上。陆荣江先点的名字就是秦安宁他们4个，接着是韩刚和吴艳丽。几人拎着行李刚要放到车上，就见牛车右上角放了一个篮子，上面是几坨新鲜的牛粪。这什么玩意呀，这么臭！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嫌臭有能耐别吃粮食，一个个穿的人模狗样，嫌这嫌那的，还是没吃过苦没挨过饿，等你饭都吃不上，看你还嫌不嫌？秦安宁瞅了一眼那傻逼，也不知道是什么狗屎缘分，到底跟他分到一个大队了。入乡随俗，这时候化肥还没有大规模普及，农民珍惜粪肥，没什么不能理解的。几人放完行李，牛车上已经没什么地方了。一帮坏心眼的东西，把其他地方都占了，就把粪筐这留给我。放不放？不放自己逼着。吴艳丽咬着唇，不甘心的跺跺脚。你们跟着走吧，也不远，就10里地。10里地还不远。大队长，我们天南海北的来支援农村建设，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吗？这么远的路还要我们走过去，你是对知青有什么意见？你眉毛下那俩窟窿是摆设吗？看不到牛车上已经装满行李了，有能耐你骑到牛身上去。秦安宁低头忍着笑，这大队长还挺会堆人的，骑牛身上，亏他想得出来。笑什么笑？笑天下之大，大不过你缺的那块心眼。其他人实在忍不住了，都低头闷笑，身子抖得厉害。
你别随便用手指人，尤其是我，小心我给你掰断了。你3番2次的惹我，是觉得自己扛揍，忘了火车上那人什么下场？他也想和平共处，前提是大家互相尊重。吴艳丽不知道是不是被吓到了，撅着嘴气呼呼的，倒也不再闹腾。后边一道铃声传过来，众人回头就见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过来。他怎么又追过来了？想干嘛？陆程过来，先对牛车上的大队长叫了声：“爸，回来了。刚才咋没看到你？被朋友叫走说点事。你回家了，那车咋办？我同事跟我一起来的，他开回队里去了。放心，丢不了。秦之清，没想到吧？咱们是一个大队的，你说这是不是就叫命中注定的缘分？我对你一见钟情，二见倾心，你能当我对象吗？这人莫不是有什么大病，敢这么当众表白？抱歉，我年纪还小，不考虑婚姻方面的事。没事，那我慢慢追，不打算谈没关系，又不是喜欢别人了，我有的是耐心。陆同志，你……我叫陆程，呈现的程，你可以叫我名字。陆同志，你不用在我这浪费时间，咱们不可能的。那都是之后的事了，现在咱们说眼前的。看你这满头汗的，累坏了吧？你坐我车。陆程话到一半拐了个弯，宁宁现在肯定不会坐他自行车，他又舍不得他累着。爸，你停一下，我把宁宁行李拿自行车上来，让他去牛车坐着。陆同志，不用了，我不坐。还有，请你叫我秦之清或者秦同志。说完，他就绕到梦里的另一边，不想再跟陆程说话。宁宁，这还有好几里地呢，你脚不疼吗？秦安宁无力地闭了闭眼，全当听不见。嗨，老五，你这跑长途挺累的，先回去歇着吧。小姑娘面皮薄，哪能当着众人面说这些？等会把人惹恼了，儿媳妇飞了咋整？臭小子一直不相看，他的老伴都愁死了。好不容易有个看上眼的，可得悠着点。等回去跟老伴说说，总不能让臭小子乱来，这不毁人家姑娘名声吗？陆程没 get 到他爸的意思，慢悠悠绕到秦安宁那边。我不累，我陪着宁宁。待会到村里那么多人呢，还有知青点的男知青，看到宁宁不得跟狼似的，两眼冒绿光啊！臭小子好赖不知。陆程，既然秦安宁不累，那你带我一程呗。别人都能走，就你特殊。你是腿断了，还是故意发贱？宁宁，你看看，这丑八怪想糊弄清白。陆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过就是让你帮帮忙，何必说话那么难听？什么意思？你不知道？谁家好姑娘随便找男人带？我追宁宁，宁宁都不肯坐我车呢。你可真是丑人多作怪，跟8辈子没见过男人似的。你当我能看上你个泥腿子？切，说的你多高贵似的，有能耐别下乡啊！就你这样的，我们队里还真不稀得要。陆同志，不带就不带，你也不用说话这么难听。哟，心疼啊，心疼你背着走啊，别什么都扯上我，我又不是收垃圾的。宁宁，新知青来有一天的休整时间，等会你看看缺啥省啥，我帮你弄。柜子什么的，村里就有木匠能做，日用品就得去供销社买了。你要是不着急，我可以帮你从县里带回来，县里东西多一些。秦安宁第一次遇见这么能说的男人，不管你搭不搭话，他都能说下去。这样的人，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21世纪，他高低开贴求救。姐妹们，遇见话痨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秦安宁被黑心二叔一家算计下乡，哪曾想刚到就被一个话痨痞子盯上了。直到看到了前面一排排的房子，秦安宁悄悄松了口气，终于到了。陆腾，你回来了。你谁啊？我是王芳，你忘了吗？不认识，离远点。宁宁，我发誓我真不认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凑过来。陆同志，这跟我没关系。怎么能没关系呢？我是你以后对象啊。陆程委屈巴巴，也不敢再造次。一旁的陆荣江赶紧介绍道：“这是新来的知青，这是知青点负责人李永峰，你们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他。欢迎大家，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住房你们都看到了，这边的5间房是男女各2间，都是通铺，中间的是厨房和饭堂。秋收后烙一起捡过冬的柴火，这里冬天非常冷，有时候能达到零下40多度，所以住单间的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宁宁，你选厢房这个单间吧，自己住着舒服。你放心，柴火到时候我帮你弄，肯定不让你动的。”秦安宁有些头疼，这边一个自来熟喋喋不休，那边一个单相思眼神不善，这是什么地狱开局？陆同志，怎么住由李同志安排，我们还要收拾东西，要不你先回去吧。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陆荣江瞅了眼灰头土脸的小儿子，能回家了不？能。第二天，秦安宁早早的就起来了，今天要上工，他便在空间吃得饱饱的才出来。接着他们跟着老知青来到了田里，陆荣江已经在那等着了，看人都来了，也不废话，直接分配起活来。现在地里的活就是拔草，这么一大片庄稼，不瞎的都能认出来哪个是苗哪个是草。你们新来的不会干活，可以骂，但不可以把苗给我祸害了。谁要是敢拔错了，我扣他3倍工分。分配完，秦安宁跟着一个40多岁的妇女一起。小秦知青，不会没关系，慢慢学，没谁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这把草看起来挺简单的，没想到也不是那么容易。
刚才他没掌握好技巧，草从中间断了，根还在地里。切，城里来的废物，连个草都不会拔。你谁啊？第一次见，什么仇什么怨？王冬梅一噎，用力的将手里的杂草摔在地上。我叫王冬梅。哦，不认识，你有事？你居然不认识我？你是很重要的人物吗？我必须得认识，哪冒出来的脑残，这样迷之自信？冬梅啊，不兴欺负人的，赶紧干活去吧。陆婶，他哪里好？不就长得跟个狐狸精似的吗？你们怎么都向着他？秦安宁也扔掉手里的草站了起来。这位王同志，你是对下乡知青有什么意见？你我第一次见面，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张口就是废物，闭口就是狐狸精，这样的侮辱，你要是没个合理的解释，我会认为你对大领导的政策不满，才拿我这个小知青出气。你别胡说八道，给我乱扣帽子！我就是看不惯你勾搭人的样，这罪名是越扣越大了。看来你对我非常不满，那你说说，我勾搭谁了？你勾搭你不知道，不成现在还带着人在知青点帮你干活呢。听说在火车上就不安分，果然是个狐狸精。陆成是你什么人？丈夫、未婚夫、对象？你别瞎说！既然陆成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又是以什么身份、什么立场来指责我？你听谁说？说了些什么？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跟你没完！哎呀，冬梅她就是有口无心，小知青你就别介意了。那不知道这位婶子，你家有没有闺女？那婶子不明所以，点了点头。婶子，你闺女和别的村的二流子勾勾搭搭，还钻了玉米地，你也不管管？你胡说八道啥？切，婶子你急啥？我不过就是有口无心，随便说说，你别介意。女孩子家家的，名声多重要，怎么能随便说？你闺女的名声是名声，我的名声就不是名声了。王同志，请开始你的狡辩。今天你要不把这事给我掰扯明白了，咱俩就找能评理的地方说去。他算看明白了，这王冬梅就是个没脑子的，人家庄木仓他就放。至于背后怂恿的是谁，他看向人群后方的人。不急，别管庄木仓的还是放木仓的，一个都别想跑。这个女人蠢得很，只因听信了别人的推说，跑去找麻烦，哪曾想被埋汰的里子面子都没有了。你什么？说啊，我听着呢。秦知青啊，冬梅她就那么一说，我们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要不这事就算了吧。婶子，你这看人功夫挺厉害，见人一面就能知道别人是啥样人。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呢？我干婶子你才不知好歹吧？王冬梅倒还有点担当，话不拦在了婶子2号身前。秦安宁，是我说的你有气冲我来？什么叫我有气冲你来？我好好的在那干活，没招谁没惹谁，你跳出来就骂我，我难道不应该要个说法吗？既然你这么有担当，就别躲在别人身后，出来解释清楚吧。我没什么好解释的。那怎么着？你这是习惯了辱骂知青，随意造谣污蔑。行，我去问问大队长管不管，不管我就向上反映，问问上边是不是知青下乡就是给村民随意欺辱的。秦安宁说完，拔腿就往地头走。这陆嫂子，你说句话啊！我说啥？人小秦知青无缘无故被骂，哥你干啊？要我说这都算脾气好的了，就要个解释，换我早大嘴巴子抽过去了。秦知青会不会是他儿媳妇不一定，这王冬梅肯定不是。别的不说，就那副蠢样，影响下一代。大队长离这不远，他们几个村干部正在看各个地块庄稼的成熟度。秦安宁找过来的时候，陆荣江还愣了一下。刚上工没一会，这是出啥事了？老婆子就在地里，咋没管？大队长，我有事不明白，还请您给解答一下。大队长，我刚来，不太懂，胡乱造谣污蔑，无缘无故针对，这是村里的规矩。陆荣江有些疼头，王家有意跟他家结亲的事，他家早就回绝了。老王，这事你咋说？对于秦安宁的话，他是信了7、8分的，可那是自己闺女，咋整？总得找不。一个小知青，我就不信能有多大能耐。秦知青不过是女孩子之间拌了几句嘴，没必要上纲上线的吧？呵呵，我倒是第一次听说骂人废物、狐狸精、勾搭人是无关紧要的拌嘴，原来你们家都是这么教孩子的吗？难怪。老王啊，事关女孩子名声，咱们还是过去看看吧，听听冬梅咋说。要是有什么误会，把话当场说开，省得越传越乱。一行人过去的时候，王冬梅正心不在焉的拔草。冬梅啊，小秦知青说你污蔑他名声，我们过来问问情况。叔，我没污蔑他，陆成带着好几个人在知青院帮他呢。要不是他勾引陆成怎么可能班都不上跑去帮忙？我上不上班，给谁帮忙，跟你有啥关系？陆成人未到升仙制，上下打量，看秦安宁完好无损，才放心下来。脚下有意挪了一步，就把秦安宁挡在了身后。王冬梅，你还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我跟你半点关系没有，谁给你的脸来管我的事？陆成，我是为你好，哪个知青能心甘情愿嫁到村里？他看上你也不过是看你有工作，等能回城了，肯定拍拍屁股就走了。你可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有那功夫还是赶紧让你妈给你多找几个媒婆吧。
看看有没有那眼下的答应娶你，赶紧嫁吧。这话实在太扎心了。王冬梅受不住，呜呜哭着，转身就跑。秦安宁眼疾手快，窜出去把人拽了回来。你干嘛？王冬梅没好气的吼完，才看清拉她的人是秦安宁，更气了。话没说清楚，别想跑。你跟陆同志之间到底怎么回事？跟我没关系。我跟他没事，一点事没有。平常我见了都是躲得远远的。今天你对我的造谣污蔑，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王会计脸色铁青，自家孩子自家疼。秦之亲，得饶人处且饶人。王会计，造谣污蔑的是你闺女，我要个交代就不饶人了。有理走遍天下，今天这事就是去公社我也不怕。那你想怎么样？大队长，对于造谣污蔑，队里是怎么惩罚的？冬梅，既然是你的错，你就给秦之亲道个歉。嗨，我不希望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不管是社员还是知青，都要团结。再罚冬梅赔偿5个鸡蛋，这叫臭小子，都随了你的意了，快点来救场。以儆效尤，意思就是王冬梅造谣污蔑秦之亲，又蠢又坏，大家千万不要学。这夹带私货的解释，差点把秦安宁逗笑了。我没错，我不道歉。你个小可爱，敢欺负我妹！随着一道愤怒的骂声，就突然挥过来的拳头。这个男人挥着拳头就冲过来了，但他不知道的是，眼前这个女人也是个狠人。他一个下蹲躲开，随即狠狠地教训了他。一旁的陆程更狠，蹲下来捂着那人的嘴，哐哐就是一顿输出。行了，老五，住手！哥你怎么样？解放，解放！没事了，这哪像没事的样子？王会计气得浑身发抖。秦之亲，你下手也太重了吧？你瞎吗？看不着是我打的呀，有事冲我来，别欺负小姑了。陆荣江头疼死了，本来道个歉就解决完了。解放，你干嘛打秦之亲？他欺负我妹，我妹都哭了，他就该打。那你知不知道，是冬梅先做错了事，本来只要道个歉就行了，现在，你们说咋办吧？王会计低着头不说话。大队长，今天的事皆因王冬梅造谣污蔑而起，开始我去找你处理，也是不想把事闹大，可他拒不道歉不说，他哥还动手打人，要不是陆程同志见义勇为，我现在可能都得去医院抢救了。这种行为绝不能姑息，所以我决定报公安，让公安来处理。秦之亲，你毫发未伤，别欺人太甚。王会计，你别仗着是队里人倚老卖老，得了便宜还卖乖。大队长有心给你面子，才让你们自己说出解决办法，可你们装聋作哑，那我只能让公安解决了。我家孩子不对，我让他们给你道歉。现在才想道歉，早干嘛去了？秦安宁离妹妹附体，突然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大队长，我被王解放吓得心脏病犯了，我得去医院。秦之亲，你怎么样？你别着急，我现在就开车送你去医院。王会计闭了闭眼，心口疼得厉害。他家俩傻子绑一块都不是人家对手。秦之亲，我家冬梅不该污蔑你，解放更不应该动手。我让他们2个跟你道歉，再赔偿你10块钱，行不？王冬梅和王解放根本不能理解他的苦心，齐齐出声。我不要，凭啥？闭嘴，没征求你们意见。秦之亲，村里人靠工分吃饭，能拿出10块钱赔偿，足够诚意了，也不能把人逼得太紧，见好就收吧。秦安宁金贵的点点头。对不起，秦之亲。秦之亲，钱我没带，待会给你送去。秦安宁对王会计的人品信不过，他抬眼看着陆云江。待会我跟老王一起送过去。还有件事，你之前说我在火车上就不安分，还请你说明白，我怎么不安分的？王会计真是恨铁不成钢，没忍住拍了闺女一下。赶紧说。就听知青说有人在火车上对你耍流氓，你听谁说的？他王芳，王知青，你又不在火车上，你看见了？没有就可以胡乱说。作为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你怎么能道听途说，还添油加醋的传播？这跟那些整天扯闲话的长舌妇有什么区别？我没添油加醋，我只是说你在火车上抓流氓了，是王冬梅听错了。你胡说，你就跟我说的是火车上有人对秦安宁耍流氓，我听得真的。王冬梅在秦安宁这受的气都撒到王芳身上了，吵着吵着就动起了手。好了，住手！你们2个每人扣10公分，不像话！你们2个各执一词，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撒谎了。不过在火车上确实有人想对女知青耍流氓，被我发现，及时给抓住了。至于具体是谁，关乎名声，那人也没得逞，我就不说了。一车厢的人都可以作证，咱们队里除了我，还有4个知青知道这事呢。秦安宁也不打算在地里干活了，为了钱不差公分。大队长，我身体不舒服，需要请个假回去休息。陆程屁颠屁颠跟着走了2步又退回来。他们打架把苗都祸害了，让他们赔。你们扣公分。宁宁，王冬梅就是个脑残，你别理他。秦安宁停住脚步，不可思议地盯着他。脑残是什么意思？这根本不是70年代的人应该知道的词。
陆程不会也是穿越的吧？秦安宁被黑仙二叔一家算计下乡，哪曾想刚到就被一个话痨痞子盯上了。宁宁，你干什么去？刚才你不是叫我秦之清吗？你就不能一直这么叫？叫秦之清多见外，刚才那不是人多，我顾及你名声吗？现在又没外人，我干嘛避嫌？知青点这么多人不是外人。宁宁，你还没说干啥去呢？有你在啥也不想干了。秦安宁往山脚下走去，陆程亦步亦趋地跟着。宁宁，你要上山啊？一个人上山不安全，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千万别自己去。还有，千万别往深山里边走，里边有大家伙，你就在外围转转就行。你是去山上转转，什么都没拿呀？你一直这么爱说话吗？战斗力堪比500只鸭子。我又不是个话痨，那你又不怎么搭理我，我要再不多说点，咱们俩大眼瞪小眼吗？我不是故意冷着你，我就是跟不熟的人没话说。宁宁，后半句你可以不说的，咱俩还不熟吗？怎么就熟了？满打满算认识才3天吧，心累，不想说了。8月的山上郁郁葱葱的，充满了生机。往上走了一段，才陆陆续续有可以烧的柴。原来你要捡柴啊，早说呀，我回家带个柴刀。我第一次捡柴，不知道要带什么。宁宁太可爱了，没事，等盖完厨房，我帮你把柴弄够了。不用了，你还要上班，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陆程把捡到的枯枝都放到一起，已经有一小捆了。把枯枝捆好，搭在肩上，在前边引着秦安宁往山上走。你能想什么办法？秋收的时候，人都累得脱层皮，哪还有精力来捡柴？秋收完，大家都冲到山里捡柴，你自己就搞不好。这里冬天没有柴火可不好过，零下30多度是常事，耳朵真能冻掉了。他不想让媳妇那么累，可他是下乡知青，又不能不干活。村里有没有人品不错又劳动力多的人家？我可以请他们帮忙捡柴，给东西换。这个可以有，我帮你找。两人边说话边捡柴，气氛倒也和谐。秦安宁突然看见一片白色的小花，她走过去，蹲下来，细细地观察花朵下边的叶片。这是山辣椒秧，春天嫩的时候可以当野菜吃，现在都老了。秦安宁没出声，找了根木棍挖了挖，露出根茎部分，用力拔下来。怎么了？有什么问题？这是一种中草药，具有通经络、止痛及消骨梗的功效，可以用于治疗风寒湿痹、关节不利、四肢麻木、扁桃体炎等。宁宁，你太厉害了，你还会医术啊？我不会医术，只是对中药有些了解。他在现代学的药学，只是突然间又回到了这里。现在他都快怀疑那是南柯一梦了。你挖这个是有什么想法？具体还没想好要怎么做，他也就没多说。没有，只是突然看到了，没想到这里会有中药材。你要想采药材，千万别自己进山，万一迷路就危险了。知道了。他们也没在山上待太久，快到中午了就回去了。这时陆荣江过来给秦安宁送钱，就看到他那小儿子甩开膀子干活的场景。晚上躺在炕上，陆荣江就跟王秋芬唠叨，也不知道老五能不能追上那秦知青，倒是巴巴的凑上去给人家干活。咋的？你这是酸了？我酸什么？我怕他剃头挑刺一头热，空欢喜一场。那小秦知青我看着不错，嘴巴厉害，心眼子也多。大庆妈说，昨儿还给他们干活的几个煮了绿豆汤，听着为人处事也行。老五自个喜欢，俩人成了以后也能好好过日子。儿子眼光就是好。听你的意思还挺满意，你就没想过，万一老五追不上咋整？人家可是城里来的，眼光高着呢。王秋芬有点不高兴，头就踹了陆荣江一脚。城里来的咋了？老五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要工作有工作，哪点差了？陆荣江揉着自己发疼的小腿，不吭声。王秋芬没等到回答，伸腿又踹了一脚。说话啊！你说的都对，睡觉。哼，心里肯定没憋好屁。明天他就帮儿子打进步，高低让小秦知青做摊媳妇。女人只是不明白自己心仪的对象为什么就看不上自己，而见到新来的女知青，就像变了的人一样，巴巴过去舔。于是神操作一番，追着男人蹩了几个字。这样耍流氓，来了，救命啊！啥情况？陆程已经跑没影了。王芳堪堪停住脚步，脸上又气又羞。哎，就你想对陆程耍流氓啊？李春芳这一问，大家都是竖起耳朵等着听呢。王芳气狠狠地剜了李春芳一眼，真是不开眼，哪壶不开提哪壶。一扭身，低着头，小跑着往回走。哎，别走啊，说说呗，这瓜吃一半，不上不下的，难受啊！咋回事啊？你们看到了吗？我就看陆程在那走，王知青叫住他说话，没说两句，陆程就又走了。不知道咋回事，王知青就跑着追了过来，陆程喊了一声就跑，跑得比兔子还快。陆程不会跟王知青处对象了吧？那个方向可是知青院。你傻，要是处对象，陆程能喊救命？对啊，
肯定是王知青想对陆程耍流氓。哎呀妈呀，还头一次听说女流氓的呢。知青点这边，钱安宁正在屋里收拾那筐菜，她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放外边时间长了会坏掉。她把一半收进空间，这样什么时候拿出来都是新鲜的。钱安宁，你给我出来！钱安宁刚把陆程送过来的东西收进空间，门就被拉开了。王芳站在门口，阴狠地盯着他。有事？你这个狐狸精，不要脸！你不就是仗着张脸吗？勾引陆程。钱安宁一脚过去，王芳就飞了，扑通一声落在院子里。钱安宁也颤了一下，怎么感觉他力气好像变大了？他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一手揪住王芳的衣领，一巴掌就扇了过去。吃屎了，嘴那么臭！上次在地里传闲话的事，他都没亲自动手算账，今天又跑过来挑衅，真当他是个软柿子。反手又是一巴掌。你是陆程的谁？也敢跑来找我麻烦？这样扇人不方便，钱安宁干脆往他肚子上一坐，左右开弓。谁狐狸精？谁不要脸？造谣生事，惹是生非，你把知青的脸都丢尽了。钱安宁身上那股冷肃的气场，让想劝架的女知青默默地后退了几步。秦安宁，住手，不要打了。跟王芳住一个屋的女知青过去把王芳扶了起来。都是革命同志，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怎么说动手就动手？我这个人呢，奉行能动手就尽量别吵，看不惯给我憋着。刚才王芳来教训的时候不敢出来，这时候装什么大半算？秦安宁，这是王芳是有不对，但你下手也太重了点。重吗？不重不长记性。要不要把王冬梅找来，他俩再对峙？王芳是怎么造谣我的？没收拾他，还真以为我怕他，跑到我门口叫嚣，不是他自己找打吗？国家提倡恋爱自由，喜欢谁就自己去追，追不上是他没本事，凭什么来找我麻烦？就是个来总是怨天高，脚歪却嫌得不平，人家看不上你，关秦安宁啥事？再说为啥想不开，非找个泥腿子？已经够乱了，你能不出来掺和吗？我要告他，随便，奉陪到底。钱安宁满不在乎，他占理，顶多赔点医药费。行了，你们两个各退一步，咱们商量一下事情怎么解决。要告我奉陪，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丑话放在前边，我不惹事也不怕事，没人惹我，咱们相安无事。谁要想惹我，劝你们先衡量自己抗不抗揍。说完，钱安宁头也不回地进屋了。王芳同志，秦安宁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你怎么想？王芳低头沉默半晌，懊悔自己刚才气糊涂了。算了，我们都有错。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咋竟干些不着调的事呢？让你送点菜，你倒好，拿人家快不回来，让人小情知青咋想？还不得已为我这事强买。哎呦，我这老脸啊，没法见人了。明明说不拿布，他就不要菜，你说我有啥办法？王秋芬一听也不追了，把笤帚往边上一放，坐到小板凳上微喘。那你也不能拿人家布啊，这成什么事了？明明说了，这是瑕疵布，让你不要嫌弃。你就当是你儿媳妇孝顺你的，给你就拿着呗。哼，说的你好像已经追上了一样。早晚的事，妈，追累了吧？先喝口水吧。这水真好喝，你在哪里买的呀？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娃哈哈，喝起来酸甜解渴。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好吃又便宜，许多都不到9块9，而且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刷到视频的粉丝有福了。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安抚完自家老妈，陆程就回屋睡觉了。朦胧中又回到了前世。我先看到的，你不许跟我抢。小妹妹，你不能因为小就不讲理，咱们明明是同时看上的。两人蹲在地摊前，一人按着一块玉佩，争执不休，谁也不肯退一步。玉选有缘人，依我看，两位都跟这玉佩有缘，不如一人一块，如何？一转眼，小姑娘就变成了钱安宁。陆程，你个臭无赖，不理你了。那可不行，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媳妇，上天入地我都不会放开你。钱安宁气呼呼的他一脚，疼的不行。陆平惊醒过来，妈，大早上的你打我啥呀？真是扰人好梦，正抱媳妇呢。你说打你干什么？都几点了还不起来？一会上班迟到了。知道了，这就起。钱安宁早上去上工，一路上都能听到王芳的八卦，谣言已经传了几个版本。秦安宁，你注意点王芳。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就觉得她的眼神不对。我知道了，谢谢。你怎么会想起提醒我？不怕我跟王芳说？在火车上，你能为了女知青的清白出手抓住那个好人，可见你是非常有正义心的。再说王芳这事，我看得清楚，是她没事找事，你是无辜的。你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就是。孟雨瞄了眼钱安宁，没再说下去。就是什么？教训人有点狠。他发现了一点，教训王芳的时候，他骨子里还是有种兴奋的。那种暴躁、冲动，都差点让他以为自己真的有精神病了。等等，精神病？
会不会跟那瓶药有关？如果是普通的药，或者是秦家人常吃的药，为什么会藏起来？晚上陆晨过来的时候，秦安宁就提出了请他帮忙。要一只兔子，宁宁馋肉了。要活的，你有办法吗？兔子下雪后比较好抓，现在也不是抓不着，就是这时候有点难。放心，明天我下班回来就去山上抓。别，晚上上山太危险，我这也没那么急，等你休息的时候帮我抓一只就好。这么长时间都过了，不差这3、5天。行，都听你的。